今年的日剧一个比一个疯狂，特别是金泉利哉导的1122号夫妻，片名看着很标准，可剧里的夫妻竟然接受婚外情，这让网友们都吐槽颠覆常理。到底是这夫妇太前卫，还是他们的关系其实只是表面亲密？对小美和大壮来说，今天的婚姻生活很平常。小美做网页设计，在电脑前忙碌着，看着疲惫的妻子，大壮体贴地递来一杯水，还整理了桌面。不用多说什么，默契如初，空气中充满了温暖，勾勒出家的模样。虽然结婚7年了，但两人的爱依旧火热，依然是恩爱夫妻，正在计划怎么过结婚纪念日，真让人羡慕。但实际上，甜蜜是偶然，烦恼才是日常。小美的朋友们都被婚姻困住，抱怨连连。慧慧搬到了东京市中心的大宅子，婆婆天天催她生孩子，而丈夫却总不在家。小玉虽然生了孩子，但身体还没恢复。已婚女士聚一块，难免聊聊夫妻那些事，理应自然的亲密，反而成了伤心事。于是，风俗店被视为缓解欲望的顶选。有趣的是，朋友能接受老公光顾风俗店，却无法容忍他们出轨。前者被看作婚姻中的调味剂，后者直接是赤裸裸的背叛。小美默默听着，用微笑隐藏了内心真实的想法。其实，她心里藏着一个难言的秘密。在她同意的情况下，丈夫开始外遇。这对表面恩爱的夫妻，正常是一种新型婚姻方式，就是允许婚外情。也就是说，大壮可以有外遇，但必须诚实，且不把情绪带回家。这个看起来荒唐的提案，得到了夫妇俩的赞同。因此，大壮每周4的插花课上认识了情人。每月第3个周4，大壮都会和情人共度夜晚。这种奇特的平衡已持续了1年。换新欢通常因为感情不和，但小美和大壮却不同，他们依然是恋人，就是朋友，亲密过普通夫妻。这位神秘情人不是破坏婚姻的小三，反而是保护婚姻的缓冲区。婚外情让大壮焕然一新，更显柔情，简直利大于弊。从前，小美对现状挺满意，夫妻间没争执也没冲突，令她内心平静如水。但最近，莫名其妙，阴郁情绪开始蔓延，平静的水面泛起涟漪。看着热恋时的丈夫，小美心里有些不爽。明明只是普通的早晨，大壮一如既往地准备早餐，贴心地打理了一切。小美盯着他，不由得感叹，恋爱中的人流露出幸福的光芒，带点酸意，有点别扭，却仍要自欺欺人，扮装豁达。可是忍一时，风平浪静。傍晚，夫妇俩约在餐厅，收工后共享美餐与对方的陪伴。这晚特别惬意，小美满怀激情提出，结婚周年去香根泡温泉吧。她已预定了一家好评的旅馆。意外的是，大壮显得有点尴尬。他解释道，情人那边出了点问题，能不能推迟1周？小美立刻怒了，她追问老公，到底谁是她真正的家人？不止这些，小美还尖锐地指责大壮竟然有点飘飘然，恋爱的好心情洋溢出来，这已经违反了既定的规则。听到这个，大壮赶忙道歉，并保证以后会注意，重新调整计划。就这么定了，纪念日的旅行计划敲定。虽然略有弥补，但小美心里还是觉得有危机。她打算利用这次旅行，好好弥补夫妻的关系。因此，她特意找出旧日的健身教程，急速塑形，还备上了性感的蕾丝内衣。到了纪念日，一切都很完美。他们相互感谢，含笑许诺，未来的岁月还请多多照顾。但是夜晚来临，温馨氛围顿时破碎。两人躺在床上，小美缓缓靠近，大壮却拒绝了她的追求。小美感到困惑不解，心里受了很大的伤。争吵中，大壮出轨的真相显露无遗。原来2年前，小美开始做自由职业者，工作日日忙到深夜，焦虑重重，完全没心情亲密。所以她拒绝了大壮的示好，还不在意的建议，如果她老公想解决那方面的需求，直接去找陪伴女郎，毕竟她人缘不错。从此之后，他们就成了没有性生活的夫妻。小美想要改变这种状态，却不知道怎么开始。所以旅行完回来，小美跟好友慧慧倾诉了。慧慧略感意外，但还是能懂。小美烦恼地说，她原本以为这样安排最完美，外面恋爱，回家过生活，现在却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。那位情人在丈夫心中的地位越来越高，大壮不单是与他聊日常，还帮忙解决家庭问题，甚至为了他放弃了和妻子亲密时刻。小美感到很迷茫，她以前以为相较一时的激情，
夫妻之间的信任和尊重更为重要。但慧慧却笑他太天真，并对他加以警告。热情的能量很惊人，他需要重新评估这段怪异的关系。最后的谈话中，慧慧提醒，许可是需要双方同意的。简而言之，小美同样可能会出轨，只有这样，才能是真正公平的开放式婚姻。其实，小美意识到这一点，但她觉得，如果夫妻俩都这么做，婚姻就没意义了。但是，看到丈夫接情人的电话后，小美的看法稍有变化。她决定，索性一不做二不休，也参与进来，为自己物色个出轨对象。反复考虑后，小美选定了老同学武代。一是，武代长得帅，关系又挺好；二是，武代本来就不是好东西，先前就有出轨，正好做个无耻又下流的搭档。于是，小美邀武代喝酒，直接说明了目的。武代既惊又喜，心里打小算盘，却不敢行动，只得遗憾地拒绝。原来，上次出轨被抓后，他老婆就开始全面监控了。如果武代再犯错，肯定挨揍。毕竟，他媳妇是和气道黑带高手。武代还严肃说，不想因为一时糊涂，搞坏多年的友情，到头来，这事就这么不了了之了。小美本以为，试了一次，就释然了。但是，一回到家，见到大壮心情不错，还带了束火鹤花回来，兴奋地解释，花语是因爱而痛苦。看到这话，她就忍不住想起丈夫和情人的种种画面，仿佛心中有把火在燃烧。不知怎地，小美想起了聚会时朋友提过的花园馆，那是一家针对女性的风俗店。她打开浏览器，搜了搜，客户的评价确实是好评连连。有人更了解了自己，有人找回了作为女性的自信，有人只尝试了一次，变成了铁杆粉丝。带着好奇心，小美点击了预约按钮。万家灯火中，东京有对夫妇，也有类似的故事。全职太太美月每天都很累，不仅要料理家务，还得照看患有发育迟缓的儿子小红。但她丈夫智朗却漠不关心，置若罔闻。缘分的红线从花朵开始，在两个家庭间盘旋交织。原来，平日里温柔贤惠地美月，竟是大壮的爱人。对大壮来说，美月和小美宛如红白玫瑰。美月代表着新鲜的心动，小美象征着家的温馨。前者触动本能，后者镇静心灵。美月一心为家，小美更自我一些，甚至见到亲妈，她也显得特别冷淡。妈妈受伤，她首先没想到找女儿，因此求助于女婿。于是，大壮开车送小美回家。距离小美上次回来，已经过了整整1年半。相见之后，母女俩更加不和，无未见，尽是责怪。母亲感叹大壮的贴心，然后悲叹自己命运多舛的婚姻。小美爸爸不仅懒惰，又爱喝酒，还常家暴。母亲等了好几年，终于等到丈夫去世。语带讽刺地说，小美运气真好，很会勾搭男人，看着像是祝福，实际却带点嫉妒。面对妈妈的讽刺，小美毫不示弱，冷冷地说，每个人的生活自己做主，忍受委屈不离婚，是妈妈自己选择的，怪不了别人。话还没说几句，母女俩气氛更紧张了。大壮试图缓解情况，但这并没有帮助。那晚，夫妇俩相依为命。小美回想起自己阴暗的童年，幼时父亲常打母亲，母亲不敢离开，只好把怒气撒在她身上，还逼她带病洗衣，还责怪她不孝，帮不了自己对抗丈夫。母爱的温暖也无法掩盖人性的弱点，相较于对抗强者，欺负弱者更为简单。母亲始终未曾温柔待小美，因此她长大后只剩下强烈的反感。打动小美的是，大壮完全懂得理解，愿意跟她共同面对，无论结果如何，他们相互支持，同甘共苦，这正是婚姻的真谛。大壮成了小美的阳光，但这道光也照进了美月的世界。美月的日子到处都是压力。小红已经4岁了，但发育稍慢，比同龄孩子落后一些，需要上特殊教育班。巨大压力差点让美月崩溃，而丈夫智朗视而不见她的辛苦。婆婆则完全不讲理，相较于科学，她更迷信那些玄学，总爱给儿媳打骚扰电话。她把孙子从特教班劝退了，转而求助于算命先生。在单调乏味的每一天中，插花课是美月的独自呼吸空间，而和大壮的地下情，则是苦日子里唯一的甜头。美月非常感谢大壮，他不仅包容了他，还接纳了小红，这都是大壮提出的。美月和小红在公园里幽会，大壮准备了美味便当，陪小红一起吹泡泡，快乐的玩耍，宛如一家人般温暖。可是美月没留意到的地方，一双熟悉的眼睛
紧紧地注视着母子俩。上班路上，智朗经过公园，恰好遇到他跟大壮。虽然他俩没什么亲密动作，但怀疑之心已经生根发芽。暴风雨即将来临，让已经岌岌可危的婚姻更加摇摇欲坠。到了晚上，智朗无意间提到了这件事，美月一时心慌，但马上恢复了冷静，对丈夫说：“大壮是偶然遇见的花艺课同学。”接着，智朗建议不妨请同学到家里来，但被美月拒绝了。他的反应让智朗更加起疑。接着，美月建议希望智朗去劝劝婆婆，别再迷信那些旧思想。尽管智朗也觉得母亲在胡闹，但他觉得夫妻之间应各司其职，他负责挣钱，美月要多少都行，因此照顾孩子全由美月一人负责。他觉得美月有点小题大做，只需准备几句标准话术就能搞定老太太。对此，美月无言以对。丈夫对她的付出心存感激，也给了她不少钱，没有一点温柔，更像是上司和下属，而不是夫妻。简单一句你真是个好妈妈，就能轻易让她屈服。转眼间又到了插花课，课后是美月和大壮的亲密时光，他们依旧选择了酒店开房。美月递给大壮准备的便当，大壮高兴得不得了，望着爱人的笑脸，美月心里暖暖的。她提醒大壮今后约会要更加小心，上回公园险些露馅。之后她轻声叹息，大壮只能偷偷和她见面。生活对每个人都挺难。意外的，大壮却说出他妻子全知全晓，仅仅这么一句立即崩溃了美月。美月本以为大壮能感同身受，但他忽然明白大壮和他妻子之间有更深的爱和信任，甚至超越了热恋。这段他真实的密情不过是提升别人婚姻的催化剂。虽然大壮匆忙否认，但美月仍旧心如刀绞，她不想继续被玩弄，决然关门而去。然而事实证明美月已无法自拔。美月把小红从妈家带回，接着就开始深深自责。她一边忙着给情人做饭，一边得照顾孩子。然而收到大壮的歉意短信后，美月便放下了所有顾虑，即使成为最差的人，也不愿意断了这份感情。而在另一头，小美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了花园馆，她想趁这个机会探索自己的感受和身体，唯有如此，她才能在婚姻生活中做出明智的选择。在花园馆，老板对小美说，不用感到内疚，要带着好奇和期待，就像品尝美食一样。接着他给小美推荐了最火的治疗师李娜，帅气的脸庞立刻吸引了小美，她温柔细心的态度也让小美觉得特别舒心。于是小美决定选择李，预约安排在下月第3个周四。照例来说，那天应该是大壮和美月共享美好夜晚的时候。小美没跟丈夫提这件事，两人的日子还是一如既往的朴实和温馨。他们一起去参加了大壮外婆的纪念仪式。在仪式上，大壮的舅舅话挺刻薄，嘲笑他们夫妻没孩子，家族面临断绝。大壮毫不客气地给了回击。他提到，虽无孩子做纽带，他和小美相处也挺好，他们绝不会为了养老就不负责任地生孩子。接着大壮的妈妈和姐姐也表态支持。追悼会后，他们对舅舅的失礼向小美正式道歉。丈夫始终站在婆家那边，让小美特别感动。但有时在某些时刻，她的心中也会涌现出一丝嫉妒。同样是丧父之痛，但大壮的家庭环境和小美的完全相反。母亲独自抚养他和弟弟成人，3人之间感情十分深厚，总是随性而为的乐观派，口头上叫嫉妒，其实是羡慕。家庭的遗憾无法填补，但小美依然庆幸她选择了新的家庭，找到了救赎。但是即便婚姻很完美，也难免遇到困惑。结婚7年间，他们遇上了不少难题，外遇伤害了他们的亲密度，孩子使他们对未来感到迷茫。最确定的一点是，小美和大壮都不想放手，双方想找到一个共同能接受的方式，长期维护这段婚姻，携手共度后半生，这是他们的初心。于是小美决定深入研究如何经营婚姻。思考之后，她婉转地对丈夫说，从此可能会有变化。多年的夫妻，大壮马上懂了妻子的话。他开始整理衣物时，看到那性感的蕾丝内衣，不由得好奇小美和情人进展到哪了。大壮恍然大悟，自问起来，他怎么就没想到妻子可能也会外遇呢？他并不是自负，也不是看不起小美，只是一直把妻子的忠诚当成了必然。小美迈出的这一步确实打乱了原有的平衡，让大壮开始深思。很快下一个周四就到了，小美首次探访风俗馆即将开始。
去风俗馆的途中，经过一家熟悉的红酒吧，小美忆起了与大壮的初次相遇。他们是通过工作认识的。当时，小美为文具公司设计网站，大壮刚好在那儿工作。他们在聚会上点了点头，打了招呼。本来应该就是普通认识，没想到大壮的前女友突然出现，当着大家的面对大壮的职业冷言冷语。正义感十足的小美忍不住了，给大壮找了理由离开，帮他脱困。为了感激小美，大壮邀她喝了杯饮料。渐渐的，两人关系变得亲近。他们外表匹配，性格相投，总有聊不完的共同兴趣，因此自然而然的谈恋爱，步入婚姻，准备好了共同走完一生。但是7年之后，爱依旧存在，却感觉一切都变了，心中泛起悲伤。小美在心里默问，我们怎么会变成这样？其实她不是唯一困惑的人，大壮也在纠结同一个问题，可惜他们都没能解决，多想也没用。小美调整心态，走进酒店，准备好好享受一番。作为男公关，礼服务周到细心，为缓解小美尴尬，他特地带了糖果。聊天中，小美才了解到李还是大学生，干这个是为了存钱。之后，李给小美按摩肩颈，气氛越来越热，暧昧蔓延。关键时刻，丈夫一条短信打破了浪漫气氛。原来小美的出轨预告让大壮坐立不安，工作时不慎扭了腰，痛得难以动弹。毫不犹豫，小美决定马上回家。她向李道了歉，李笑笑地说不要紧，还免了费，希望能再次帮小美。激情同责任各占一端，小美的心始终偏向一侧。回家后，她细心地照料大壮，大壮温柔地道谢。一瞬间，两人似乎遇见了未来生活，再次感悟到婚姻中相互支撑的意义。然而，小美的内心开始波动，她深知自己和李的关系绝不是爱情，但她开始懂得丈夫爱上别人的心情。随后，小美把这事透露给慧慧，慧慧听后兴奋极了，急切地问她感觉怎样。小美稍显害羞，直言不讳地说，李的帅气确实让人心动，但是在她心底还是有难以言喻、难以解释的负罪感，所以她决定保密，丈夫不会知道。虽然担心很多，小美还是打算继续试，在这种乱局中可能会找到维持稳定婚姻的方法。另一方面，大壮和美月进行了深入交谈。周四，两人照常见面。因腰部受伤，他们没法去酒店。大壮很过意不去，美月却觉得这不算什么。真正重要的是，看着心爱的人受伤，自己却帮不上忙，这种前所未有的无力，让美月深刻体会到，她不是妻子，只是情人，感到难过、心酸、嫉妒，复杂情感纠缠，逐渐侵蚀理智。美月首次萌生越界念头，询问大壮能否选他和孩子，三人共同生活。灵魂拷问突然袭来，让大壮愣住了。他性格温和，脾气好，连拒绝人都不尴尬。大壮委婉向美月打听，是不是她丈夫遇到麻烦了，希望像被刺破的气球。美月一下子没了气，都是大人了。她明白大壮言外之意，只好尴尬地说，没什么特别的，只是老公最近挺忙，他也打算复工，最近有些压力。大壮顺势轻轻避开敏感话题，像普通朋友一样祝美月能找到好工作。片刻之间，美月不知道该如何感激他的贴心，还是应该对自己的妄想感到羞愧。事实上，美月的告白打动了大壮，但这并非情感上的触动，而是关乎自我。大壮在思考自己拒绝美月的真正理由，他是喜欢美月的，虽然只是表面的恋人关系，但他们之间不只是情欲和诱惑，还掺杂着真情。甚至大壮对小红也有些倾心，但即便这样，从零起步建立家庭的重责依旧过于沉甸甸，而这种压力正代表着婚姻，让大壮感到悲哀。对美月而言，她不是救星，只是个临时逃跑的混蛋。这次告白也使美月想起了和丈夫智朗的往事。智朗比美月大6岁，他们以前是同事。智朗工作能力强，但脾气怪，性格冷淡，经常避人千里。起初两人完全不相干，然而某日，美月遭到跟踪狂骚扰，智朗护她安全到家，缘分的红线牵起，他们终成眷属。结婚后，智朗依旧如故，美月在家庭纠纷中越来越糟，自我逐渐被侵蚀，剩下的只是做智朗的妻。美月的出轨，出于寂寞，同时也是抗议，她的心还乱着呢。老公就带来了震撼的消息，为了应对公司的调动，5月，
他们一家即将搬到新加坡，待上至少3年。美月立刻慌张起来，急忙找各种牵强的理由。小红刚适应了现在的班级，突然换环境，恐怕会白费功夫。但是智朗直接揭穿了他的谎言，追问：其实不想走的是你对吧？美月感到寒冷如冰。毫无疑问，智朗已经知晓了她的外遇，但丈夫给她留了面子，只需美月借搬家之机断绝与那人的关系，智朗便不再追究。美月明白，离婚的话，没有工作，又有过错，抚养权可能不保，因此她决定跟大壮分手，回归家庭。同时大壮快过生日了，夫妇俩打算去大餐一顿，正在预定餐馆。对这家人而言，生日非常重要，他们俩约定好了每年都一起过，表达相互的感激。但是大壮却没做到。美月向大壮透露他即将离开日本，于是决定珍惜剩余时光。在每次花道课后，二人会边喝茶边聊天1个小时，聊各种话题，只是避开离别的话题。巧合的是，美月最后一堂花道课恰逢大壮过生日。这一次在妻子与情人之间，大壮选择了后者。他假装突然有事，取消了和小美的见面。小美笑脸阴郁，但直觉驱使他发现了大壮手机里的信息，证实了他的疑虑。瞬间小美心里有个角落塌了。昔日牢不可破的婚姻现满是秘籍裂纹，这不只是失约，而是背叛。怒火攻心的小美打开了花园馆网页，再次预约了仪式。夫妻无需明说，一眼便能心领神会。大壮明白了，小美能识破自己的谎话，他内心感到不安，但仍旧无意停止。毕竟这可能是他和美月最后的见面。矛盾的是，美月要走了，比起淡淡的不舍，大壮更感到如释重负。尽管婚外情曾带来快乐，但内心里大壮一直对这不正常的关系感到担忧。然而他还是想完美的结束这一切，但事与愿违，大壮想不到这个生日将变成他的噩梦。来到了酒店，美月送了花剪和剑山给大壮庆生，大壮忙不迭的感谢。之后美月热情主动，欲放纵片刻，但大壮显得提不起劲。不知为何，小美的出轨预告还在他耳边回响，因此他推开了美月，直言不讳，希望美月也能优先考虑家庭，两人能以朋友之姿道别。这话深深伤了美月的心，她羡慕大壮的妻子，责怪自己的丈夫，更恨着眼前这个男人为何要无情地割断她最后的希望，仿佛只有她孤单被遗弃，连丈夫的理解都得不到，失去了爱人的心。既然这样，不如同归于尽。心情激动的美月竟然抓起桌上的剑山刺向了大壮。同时小美和李正在床上热情缠绵，鲜血四溅，悲痛的呼唤终于让美月恢复了理智。她惊慌的一边连连道歉，一边急忙止血，想要呼叫救护车。大壮赶快制止她，提醒说如果事态扩大就会无法挽回了。即使如此，大壮仍未责备美月，而是开始安慰她。听了大壮的话，美月先离开了。紧接着大壮请来酒店员工帮忙，一瘸一拐的去了医院。大壮受伤的地方很敏感，医生对他说，生理上他的伤会好，但心理障碍得慢慢解决，功能是否受影响还是个谜。这边刀剑交错，那边温柔如水，专业的服务让小美心灵震颤，体会到了难以置信的幸福。她真心的感谢了李，还把婚姻的困惑告诉了他。李敏感的注意到小美表面上似乎大度，其实很反感丈夫有情人。她好奇的询问，为什么不跟他说呢？小美觉得覆水难收，时间已经不早了。大壮心里渐渐有了别人。更让人难受的是，这一切都是因为他而开始，但李却相信永远不会太迟，毕竟大壮是他的配偶。活动结束时，李鼓励小美勇敢面对自己的婚姻，二人碰拳道别。小美打算去找大壮聊聊，不料回家时遭遇泼冷水，大壮失落沮丧，闷闷不乐蜷在床上，谎称腰痛再发，连小美的礼物都未拆开。小美对他难处全然不知，他遭遇了冷遇，费尽心思鼓起的勇气瞬间瓦解，问题解决无望。这个生日真是够呛，一些曾经牢固又珍贵的事物好像在逐渐崩溃。不只是这对夫妻情绪受伤，美月和智朗也吵了起来。回家之后，美月直接向智朗说明白了，并告诉他她刺伤了出轨的那个人。智朗听了大吃一惊，赶紧问了具体情况，还指责美月为何如此愚蠢。
美月长久的情感终于爆发，她灰心丧气地说：“反正智朗总是当他傻子，他不需要抑制怒气，古怪刁钻，直接揍他一顿算了。”但是智朗却表示，纵然美月会伤害他爱的人，他也不会对自己爱的人下手。这番出人意料的情话，在紧张的氛围中显得很突兀，让美月瞬间呆住了。美月弄不清楚，丈夫是真心还是无情，到底哪个是真实，哪个是虚假，两人心里都有事。就这样草草收场。这种无声的较量，也在小美和大壮之间发生。明明是夫妻，却说不出心里的真话，但又不忍心伤害对方，只好保持一种表面的平静。小美赠丈夫2只漂亮的富士山酒杯，她又一次鼓起勇气，邀大壮来喝酒倾诉。大壮依然婉言拒绝。意外总是来得突然，大壮心里满是阴霾，他索性请假去了科学馆，躺在椅子上，观望着投影的星空。那些忘却的小事，渐渐变清楚。热恋期间，大壮和小美去露营，突如其来的暴雨打乱了他们的安排。两人笑着避雨，帐篷里却到处都漏。明明一切都乱了，依旧怀揣着纯真的喜悦。